Hello，大家好，我是 Mr. Akira，欢迎来到我的魔物教学频道。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教一些关于弓箭这个武器的渡劫装，好吧？所以先在解释渡劫装之前呢，我们先教大家一下 Iceborne 到底新增了一些新的招式。好，所以一开始呢，我现在先会用这个键盘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弓箭要怎么出这个新的招式，好吧？所以一开始呢，你们会按 V 嘛，按 C，对，按 C 会拿出这个弓箭出来，对不对？所以按 C 了过后呢，我们要按 V 就会瞄准当然这个有些这个按键的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们跟我设置的不一样，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这个设置会怎样，要怎么去设置。这我是原本的设置。好，所以按 V 过后呢，我们就要按 F 键。OK， 按 F 键过后呢，我们要按右键加 R 键。OK， 它这样就会配置这一招。好，这一招呢还有一些特别性。好，我刚才是用石头来射击的，然后这样等下会解说一些小小的细节。好，这样如果是摇杆的话呢，我们要怎么配？摇杆的话呢，我们要这样子。OK， 弓箭拿出来，按三角形，按三角形过后呢，我们要瞄准，瞄准是 L2键。L2键过后呢，我们要按这个 R3，R3 就是你这个手把的这个右下角那个圆圈的那个可以控制镜头的那个东西，你把它按下去一下，这样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模式投石状态。像我们现在的话就要按三角形加圆形，就会变成刚才我们那一个龙击键，对，三角形圆形。OK， 好。还有另外一招呢，就是按这一个 L2键过后呢，我们按圆形。好，圆形了过后呢，我们按三角形，这样就会这一招，然后按 R2一下，在空中按一下 R2。这样如果是键盘的话呢，我们是必须得这样子按 C 键，然后按 V，然后按 F 键过后呢，我们按右键，上去 ，OK， 按右键。然后我们按 R 键，然后在空中的时候按下 Cur，OK， 这样就可以配出我们这一招了。好的，所以关于我们这个新招式的话呢，它有一些技巧跟配法，好，所以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平常看的话呢，他会说让你要捡一个石头嘛，对不对？那捡一个石头过后呢，我就这样子直接按了过后，然后我配这一招，对不对？这样伤害会比较高，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像假如我没有石头的话呢，可以不可以出这一招？答案是可以，所以我们依然还是能出这一招出来，只是伤害变低了啊。你可以看到刚才雨一下只有8滴血，对不对？所以好，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不要接截击品的话，这样我还不能出这一招呢？答案是好，答案是也可以哈。所以呢，它到怎样的方式都可以，只是说伤害高低的问题，好吧？所以这是一些关于这个关于龙之千使这一个技能，好吧？所以你要怎样出招都可以，只是关于伤害高跟伤害低的关系。好，有一些特点呢，我要给大家先解释一下。关于不同石头呢，它会有不同的伤害。好，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招。OK， 所以你看现在121嘛，一下打到。好，我们现在看可燃石。好，一样。OK， 136。OK， 还有粘着石。好，粘着石是49哦。好，我们还有一个灭龙石，最后一个灭龙石。来，同样。OK， 所以是59，所以我们最高的是可燃石，对不对？好，关于可燃石的话呢，到底要怎么去快速的拿到，能快速的捡到呢？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我只要一进来看到魔物过后，我直接按下这个 R3键，R3键过后赶快进入这个头过去，就按圆形嘛，然后直接上来转身射一下，然后我直接他这边就会接到可燃石了，好吧？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接可燃石，这样它这个几率有多高呢？我们可以大概是4次到5次左右，然后它就会没有了。OK，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所以前面2次到3次都会有这个必出可燃石的这个动作哦。OK， 第3次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我示范一下，到底可以打到多少？好，所以到第3次就会没有了。OK， 到第4次就没有了，抱歉，到第4次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你捡到可燃石过后，你要这样子做一个怎样的输出？像如果你没有办法输出的话呢，会怎样配招呢？这个是给一些刚新手进来这个魔物的话，我会教你接这一招哦。你只要看到魔物，看到他的头，直接按圆形，OK， 它就会配驱射跟钢射 ，OK， 这样的话你就会进入到你要打比较容易 KO 了，然后你就一直按圆形就对了，你不要去说这一招我要讲好像比较好配这样，会比较难一些。像如果你是距离魔物很远的话，还说是可以的。OK， 它可以射出这样大的位置。像如果是近距离的话呢，你就可以按这样子配。OK， 好。关于走位跟回避招式的话要怎么样？一样哦。我们看这个魔物的时候呢，我们按下插键，我们按下插键过后呢，按圆形，然后就配这一招。像如果是往后的话呢，也行，然后直接这是骑乘哦。如果是往后的话呢，如果你是看它往后，你可以按过去，然后按这个。好，解释一下怎么配。OK， 魔物冲过来，往后按叉，然后往前按三角形，这样就变成骑乘一个动作。像如果是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往后 ，OK， 往后过后呢配一个钢射 ，OK， 这样也是可以。像如果是他退得很后的话呢，你可以配这一招哦。OK， 按 L2 过后呢，我们再往下按叉，往下按叉，哦，抱歉，往下按叉过后呢，配这一招，然后直接配。按下 R3 直接配三角形圆形，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龙击剑也会快速的使出来。然后因为你要看到这个其实它会有一个类似，哦抱歉 ，OK， 那如果你看这个的话呢，它其实会配一个小小的退步 ，OK， 所以这样如果你在看到魔物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后，然后按直接配，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闪避一个他的大招，一个转身或者一个大招的动作。然后至于滑步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它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往下走过后，我蓄力按 R 直接蓄力，就射出去，这样而已。OK， 这是它的一个滑步中的招式。这样还有另外一招呢，就是说我滑步下去过后呢，我按叉，然后按三角形，这就变成骑乘的一个公式。好，所以它大概是所有的招式，好吧？好了，所以现在呢，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渡劫装我配了一些什么东西出来。好，现在我拿的是一个把火龙弓 ，OK， 火龙弓，然后这个火龙弓箭4，然后你只要打了火龙过前期打了火龙就 OK 了，好吗？然后这个的话呢，会有点难。然后这一个是打这个鸣波龙，你要捡了这个小主线，然后捡了足迹过后呢，你就会给拿到这个看到这个鸣波龙，然后鸣波龙的话呢，你就是打了过后呢，就是说冰龙过后那个渡劫区 ，OK， 你就可以拿这招来渡劫，直接到MR 100，好吧 ？MR 100到另外一个任务之后，就再配另外一套装，那个。如果大家希望的话，可以多多留言、点赞、分享，然后我会再制作另外一个视频给各位。好，所以这个就是触龙的 beta，OK， 这个触角 beta 就是鸣波龙的 beta， 还有这个是冰龙的 beta， 然后这个是玩甲 beta 也是冰龙的，然后这也是鸣波龙的。然后黑狼鸟的话呢，其实有一点偏远，不过你打了雷狼龙的话，它就会出现了。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会提议大家去拿那个火龙套都行，好吗？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开那个调查人文化也是可以打。MR 我记得是 MR24左右就可以打。好，所以到这个护石的话呢，我会选择火焰护石，然后化合衣装。然后为什么会有改呢？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自由任务，然后里面一些小小的细节，等下我再解释一下，好吧 ？OK， 还有一个转身衣装，好，这是我配的。这样如果你要配别的话呢，我会推荐你配那个回避衣装，还有这个化合衣装。化合衣装是为什么呢？只要是说你打出这个火焰攻击的伤害的时候，它就会给予一个小小的加成，然后你会打得更痛，然后你会打得更舒服，然后更容易去 KO 人。好，所以转身衣装的话，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这边的话呢，我们会有看破7级，然后火焰属性攻击强化3级6级，体术4级，弱点特效3级，收刀术3级。收刀术的话呢，就是说我刚才可以快速把弓箭收回来，跟快速打这个就是我任何方式都会我都可以把快速的弓箭把我的弓箭快速的收回来。好，还有体力增强1级，耐力急速回复1级，然后精神抖擞1级，减轻胆怯1级，滑手强化，然后夺取耐力，还有这个整备。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会没有发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化合衣装的关系，是因为我只要穿上去的话，穿上去的时候，它才会发动这个夺取耐力跟整备，这是因为我装在了珠饰上面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假如说我现在穿着了，然后那个衣服变成黑色的话，它这个效果还有吗？答案是没有。所以只有你穿上化合衣装过后呢，你在打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个效果，好吧？所以如果你脱下来，或者是它变成黑色的话，就已经没有这个你装上珠子的这些效果。所以千万不要去说装那个攻击珠啊，还是这个弱点特效珠啊，这个看破珠之类放在上面的话，这样你会很吃亏。所以关于珠子的话呢，我会把火焰珠1放在这个武器上面，然后打弹珠4放在这个我的头盔，然后这个是送的，所以你一定会有。好，这是 iPhone 送的，你买 iPhone 就有了。好，所以痛击珠2，打弹珠1，痛击珠2，然后火焰珠，然后这个体力珠的话呢，其实看你要不要去配出来。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打得不是很强的话，我会比较提议你去说把火焰珠2颗拿掉，然后放多2颗体力珠下去的话，这样会比较 OK， 好吗？好，所以还有滑走达人珠。这个滑走达人珠的话，就要前面碰一点点运气了，其实蛮容易拿到的。OK， 大家加油，运气绝对 OK 的。好，所以达人珠、痛击珠，然后下面我放整备珠。整备珠呢，就是说我穿上过后，我的另外一套衣装会更容易的恢复那个消耗的时间。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衣装改可以给你装的话，像另外一套的话，就是说可能回避衣装我是可以加我攻击力的话，我就可能要给回避一张快点好，然后这样会打得更舒服。好，夺气出的话呢，就是说比那个敌人给那个怪物更容易去进入那个疲惫流口水的状态。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身上的这些装备到底怎么去启发哦。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一个精神抖擞这个那个字眼亮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神抖擞要怎么启动这个我所谓的攻击呢？我只要站着不动，然后3秒就可以启动嘛，对不对？可是这样如果我走的话，它会不会启动呢？答案也是会的，只要你不要花费掉你这个耐力，你不要跑过去，我只是这样走过去，这样你就会启动这个精神抖擞了。OK， 你看我已经启动精神抖擞了。好，所以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技能叫做我们有另外一个技能叫做这个属性加速，还有这个彗星机嘛，对不对？这2个东西要怎么去启发呢？其实很简单 ，OK， 我只要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是如果你打的越多下，就是越容易启发，所以我只要瞄着它，我直接按右键。OK， 按右键，我只要配合这一个，这样我就会启发了。OK， 它已经启发了。
只要他打的越多下，我就越容易启发我所要的这个属性加速。然后他那个另外一个这个属性彗星机加成的话，我只是这样子普通打就行。OK， 我不用去说特别去做任何事情，好，我只要这样子打就行，这样他就会启动他的这个招式。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去打点 MOBA，Let go。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很简单打，对不对？你就是瞄着他，然后按着圆形，然后对着他的落点直接 KO 就是对，好吧？所以这个攻的话，其实打的也不会说很难，前面只要有火龙的那个宝玉跟天灵，你就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我们一共用了14分钟19秒，这样因为我在操作上我还是没有那么的熟练。这样，如果你真是一个蛮喜欢打这个弓箭的话呢，我非常推荐你用这一套。然后，因为我这一个第一次打的这个弓箭手，我都可以打的那么顺着，这样你的话一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这个装备啊，然后有什么想要添加来跟我交流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这就是我们弓箭的渡劫装，我们下一期见，拜拜。